上集就講到申請至到出發，而家終於出到第2集啦。咁今集就係講拎制服同埋奧運開幕禮。咁由住宿到巴黎市中心，真係太耐冇去巴黎啦！一嚟到就發現同之前嘅巴黎非常之唔同，街上少咗好多人，有好多地方都被封咗，而且有好多警察，差唔多每100米就有警察或者武警。原來有大約2000個外國警察支援法國警方。到咗拎證件嘅場地，入到去其實都唔知道喺邊度拎，喺同一個地方走咗幾個圈，突然之間出現一班人，先至跟住佢哋一齊排隊。咁因為我會做奧運同埋殘奧，所以就拎到證件同埋交通卡各2張。拎完證件之後，就要再行多15分鐘左右去另一個場地拎制服。咁雖然之前已經報咗自己係咩 size， 但係原來去到都仲可以揀 size 嘅喎。揀好之後就再入試身室試。咁我哋就可以攞到1件外套，咁外套就可以拆成短上衣外套或者背心外套。4件上衣，咁有一啲就係顏色上面由深至淺，咁有一啲就係上面由淺至深。2條褲，長褲就可以拆成短褲。4對襪，1對鞋，1個腰包，1頂帽。咁每一頂帽個細紋都唔一樣噶，就好似啲衫咁，因為想用盡所有布料唔浪費。仲有3000點迪卡龍積分，之後再攞開幕禮貼紙。咁貼紙其實只不過係標籤咗邊一個區。午餐1份，午餐就有1個意式通心粉罐頭、薯片、蛋白飲品等等，之後就返屋企啦。2024年7月26日就係奧運開幕禮，咁有好多地方都封咗啦，所以就行好耐先行到去召集點集合。間表就話3點半開始，不過有講就話要早啲到噶，咁啊下晝2點就到啦，已經有咁多人喺度噶咯。一到咗就話因為報道系統有問題，所以要人手點名，之後再抽籤入組。喺等嘅過程之中發現，原來有法國藥廠公司派咗員工嚟做義工，亦都有一啲唔識講法文嘅人，然後非常之不安咁樣問，可唔可以翻譯英文啊？咁因為我法文都唔係幾好啊，咁我同佢哋一樣都好不安啊。咁就由義工隊長帶入，入場嘅時候需要做安檢，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，同埋飲品係需要飲1啖嚟證明冇問題嘅。行入場之後就真係覺得開始啦。票務職員同我哋介紹場地，義工隊長俾咗我哋1張地圖，而呢一張地圖有一個區喺現實上係冇噶。義工隊長就問我哋有冇人唔識講法文噶，咁我就係其中一個舉手，然之後再問有冇人識講法文同埋英文嘅組員願意同我一組。好彩就係一個女士願意同我一組，我就同佢講，其實我都識講少少法文嘅，不過就唔係講得好好咯。咁佢亦都好友善咁樣同我講，你想講咩語言都 OK 噶。咁傾咗一陣，就覺得我應該要交換 partner，因為我識講一啲法文，但係另一組個法國人嘅英文唔係幾好，咁啊擔心佢唔可以同英文人溝通。咁我哋就喺呢一度踏入問題同埋帶位等等，等觀眾入場。隊長就話而家有時間可以散步一下，睇下個環境。咁當中有一啲人係完全唔識講法文嘅，英文都好一般。咁因為填申請表嗰陣時就冇要求到話要一啲考試或者學歷嘅證明，只不過係自己填覺得自己係咩程度。不過我覺得要用法文工作已經好困難啦，英文唔得就更加吃力。咁有一個美國黑人女人就問巴黎鐵塔喺邊度啊？咁因為佢係講英文嘅，但係我又唔知巴黎鐵塔喺邊度喎。咁所以我就要用破爛嘅法文嚟到進行簡單嘅翻譯。咁然之後個法國人就好似導遊上身咁樣同我哋介紹。咁佢都同我哋講英文嘅。咁其實佢講英文都講得好好啊。咁我就問佢，法國人係咪好中意糾正外國人法文文法嘅錯誤呢？佢就話好遺憾係，
因為法國嘅教育都係咁啊，老師不斷咁樣糾正佢，所以就變咗佢都唔想講嘢。咁呢一個就同英國人好唔同，英國人覺得糾正語法係好冇禮貌啊。咁糾正之前呢，可能會道歉咗先。返到自己個位冇耐之後，有職員話入口需要義工，所以我就跟埋佢哋一齊去入口。咁就最主要係叫人哋準備好身份證明文件同埋飛，同埋同人哋講長者等等係唔可以帶入去噶。當入口冇人排隊之後，就可以入返去啦。咁其實做醜人提醒唔可以帶啲乜嘢入去，咁就一定會有人發爛渣噶啦。咁啊，例如話買飛嗰時冇人同我哋講噶喎，落雨喎，咁點算啊？好彩我一早就做好準備，一早印好咗違禁品嘅小海報，咁就同佢哋講，網上有講話唔可以帶嘅，咁佢哋都唔可以同我講啲咩啦。返到去之後都係企喺一邊答觀眾嘅問題，例如洗手間喺邊度啊咁樣。咁喺室外舉辦嘅好處就係觀眾唔使俾錢都可以睇表演啊，尤其住喺呢一度附近嘅人可以同朋友一齊開 party 喺露台睇。其實我聽到呼呼聲，我先知道原來 Lady Gaga 出場。咁最期待嘅就梗係睇到港隊啦。不過船嚟到嘅時候已經冇人揮大旗啦，只不過我係認得個船頭嗰隊嘅旗，我先認得港隊喺邊度。咁成個過程都係非常之辛苦啦，因為全日就企咗10個鐘，幾乎一開場冇耐，身邊嘅義工其實都消失咗一段時間，咁亦都冇人叫放飯嘅。咁因為我哋冇儲物嘅地方啦，所以啲嘢就要隨身攜帶啊。咁我淋雨就淋咗4個鐘頭左右，邊淋雨邊企喺度，邊食佢尋日派嗰啲小食。咁就有2個提早走啦，有一個就有同隊長講佢去揾人，有一個冇就直接走咗啦，連 Celine Dion 都冇睇到。完場之後就喺路上見到一個男義工，咁我就問佢係咪可以咁樣直接就走得噶啦。然之後咁啱就見到隊長，佢就話應該得返我哋嘅咋，等指導完觀眾離場之後就得噶啦。咁因為大家都只不過係跟返入口個方向走，咁同埋都係跟住前面嗰個，咁所以都冇特別大嘅問題。咁我哋都散場啦。咁因為人流管制啦，咁一啲地鐵站都閂咗，咁要行一段路先至可以行到地鐵站。咁因為人流太多，咁啊職員都為咗免生意外，咁亦都要開通道俾人走入月台。我就發現一般法國人都話開幕禮好好睇，我覺得係因為我哋外國人唔係好識得法國文化同埋歷史，就比較唔好睇得明，甚至有人覺得唔好睇。下次我哋就再講巴黎大皇宮做義工啦。À la prochaine!